唐主任，您看一看，来，曹主任，哎，病人的情况。汪月就是新娘，目前血压稳定，80/110，刘东新郎也还算稳定。他不是新郎，我才是新郎。这小子跑到我婚礼上，问我老婆要不要跟他走。刘东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王爷根本不爱你。你再说一遍，都不要动，都不要动，想不想要命啊？我又不是致命伤，我老婆那才是。现在还不是你老婆。你闭嘴！刘东，你别说了，要不是你来，咱们俩也不会被串在一块儿。医生，你赶快把那管子拔下来吧，我不想这小子贴在我老婆后面。现在你们都不要吵好吗？情况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管子不能乱动，如果轻易一动，两个人可能都要有生命危险。所以你不要吵了，能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？还有你们两位，尽量不要动，而且少说话。知道了。徐主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哦，我听说呀，好像是这个婚礼宴会厅的气球的充气罐违规操作爆炸了，正好赶上这新娘的前男友来闹，啪，传染。哎，主任，我们要不要尝试把钢管外面的部分给锯断了？不然的话，两个人没有办法塞进机器，做不了 CT。哎，可不行啊，这太危险了。没错，我觉得现在他们应该是伤到心脏跟大动脉了。之所以两个人现在血压这么正常，是因为钢管堵住了破口。如果现在轻易动了这个钢管，很可能造成大出血，病人就死亡了。哎，我就是这意思。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把他们俩运到手术室，而且一定要进行加固。在搬运的过程中，绝对不能颠簸，不然的话会很危险。但是手术室的床都很窄，放不下两个人。要不然送到杂交手术室吧。对，相比于普通病房来说，杂交手术室的病床更宽一些，而且有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机，可以全方位透视，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造影。我这就去。哎，龙向东，把那个食道超声做了，还有术前所有的检查。要想最后救病人，还得靠手术。赶紧去啊，又快又好，走吧。刚才的检查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？汪月主要伤及的是主动脉和肺部，刘东的位置在他后面，所以他直接伤的是右心房。同时呢，他的脊柱已经断了一截，而且已经脱位。现在那根钢管正好卡住了。刚才查过脚趾，还有知觉，这说明神经系统还没有受损。反正如果现在移动钢管的话，这两个人随时可能会因为大出血而死亡。到时候最好的结果呀，就是高位截瘫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尽快想一个能够保住两个人的手术方案。崔主任，你们省外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现在这么一个情况，肯定是你们心外打头阵，对吧？那心脏没了，那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我只能说，从脊柱手术的角度来看，一般是从他的背后入刀，但是这个男病人的脊柱呢，偏偏又是向前脱位的，那么只能是从腹部入刀，而他的正面呢，又被这个女病人挡得严严实实的，而且就这个女病人的伤看起来呢，比男病人要严重。理论上，男病人存活的几率会更大。如果说你要问我们神外的建议的话，先把女病人从钢管上移除，然后两人同时实施手术。胸外持反对意见。我们认为，把男病人从钢管上弄下来，两个人同时手术。刘副院长，如果这么来的话，这男的肯定瘫痪。瘫痪至少还有命，扎成这样能保住命就不错。老刘，你这就不理智了。这个男病人，你只要让我切除他脱出的椎体，重建脊柱的稳定性，他日后是可以直立行走的。还是那句话，这不是走不走，是命不命的问题。你们能别再争了吗？啊，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方案，牺牲一个保一个。现在需要的是能保住两个人的方案，有没有？大哥，你有？问你，
江医生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植入术后的实验羊都会单独圈养，会有摄像头24小时记录它们的动态。实验羊身上呢还会连着检测人工心脏转速等数据的电线，数据呢都是在这些仪器上显示的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及时发现仪器上记录的异常现象，然后反映给王工还有我们的团队。我明白了，就是我偶尔可能要回科室那边。明白。等送去质检以后呢，就不再需要这么严密的监测，我们轮流值班。行，那没问题。失颤了，失颤了！不行，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开胸。他们怎么还没有进来？是消息不太好啊。你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放松，因为心情不好会影响血压的。啊，谢谢叶医生。王月、刘东，现在情况比较紧急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仔细听一下。王月，你伤的是主动脉还有肺。刘东，你伤到的是右心房和脊柱。本来我们应该想一个两全的方法给你们手术，可是时间太紧急，根本来不及。所以现在必须要把一个人从钢管上移下来，才能给另一个人手术。如果先把汪月移下来的话，那在移汪月之前，医生要先给刘东上体外循环，排空静脉。这样的话，右心房流血不会太多，基本上是可以保住命，还有他的脊柱。可是，汪月，那你就没有时间开胸了。如果把刘东从钢管上移下来，别说了，移动我吧。刘东，我欠你的太多了，我不想连命都欠你。刘东，你听我说，如果移动你的话，就算是你的性命能保住，你也会高位截瘫，一辈子躺在床上。不用劝我了，我是不同意移动王月的。不行，你是什么人，我最了解。如果让你一辈子躺在床上，那比让你死了还难受。医生，我愿意冒险，把我移下来吧。我不同意，我坚决不同意。是我来找你的，这一切都是我带给你的。就算你不来，开包扎还是会保证。如果当时你没有扑向我，我可能已经死了。唐主任，我是不同意移动王月的。我也坚决不同意移动刘东。方主任，吕潇听你啊。这么大的手术，怎么能让吕潇独当一面呢？还不是我们科主任替我顶一会儿。面子够大的了，科主任替你，还不是因为他好奇，这种罕见外伤以后可能就见不着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就是现在没想到什么方案。我在手术室的时候啊，想到了一个方案，但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。什么方案？你想想啊，我们现在病人所在的手术室叫什么？杂交手术室。有造影机，可以同时做普通手术和介入手术。你的意思是杂交手术？对，先用介入的方法，用腹膜支架堵住汪月主动脉的破口，然后移动它，由胸外来修补肺损伤。另一边呢，心外修补刘东的心脏，然后再由神外做脊柱手术。当然了，要先上体外循环机，不然免得大出血。完全可行啊！方案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都没想到。你说我们一群外科医生都没想到，被你想到了。我也是看那造影机忽然想起来的。
但是汪月主动脉的破口位置能不能做介入，现在还不知道。应该也是没问题的。你看这个图，就这儿。对，如果做介入的话，那肯定要先麻醉了。可是你看两个人的体位，这样很危险。那应该是不搬动两个人，尽量不要动他们的颈椎，进行食道插管。对于你是很有难度的。的确是有难度，但谁叫你有一个靠谱的麻醉医生呢？支架成功释放，主动脉保住，可以分离病人了。汪月情况怎么样？情况挺好的，术后很快就醒了，刚拔了管。刘东呢？他的手术时间可长多了。血止住了，应该可以挺过去，不过恢复期会很漫长，还有脊柱的问题。真希望他们赶快好起来。我去看看汪月。我一会儿接了一个阑尾的急诊，家属在门口等着，我去了。好。唐主任醒了吗？醒了。唐医生，辛苦了，尽量少说话。刘东，他怎么样了？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，刘东挺过来了，所以你放心吧。太好了。你先好好养着。我跟护士们商量过了，等你恢复的差不多，我让他们帮你跟刘东视频通过话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等我养好了，我还要和魏姐结婚，成了别人的太太，前男友就不见了。你还要跟魏杰结婚？可是你跟刘东在手术室的时候，你们两个都是为了彼此，愿意放弃自己生命。我还以为你会。爆炸的时候，刘东扑向我，保护我。我们两个都可以为了彼此付出生命，但是却熬不过生活中的鸡毛蒜皮。唐医生，人的一生能经历几次爆炸？可是生活中到处都是鸡毛蒜皮。魏姐才是那个最适合我的人。可是你不会不甘心吗？唐医生，有的人是适合一辈子在一起的，而有的人只
只能一辈子藏在心里。这个麻醉药物可能没法照顾，还有更多的反应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剩下的什么都没了。